而这本书《糖毒危机》中，他就警告了添加糖对于身体的健康的危害。那但是为什么想要戒糖这么的困难呢？糖类在中药材里面它有一个补养的作用调和肠胃稳定情绪的功能的一个重度的耗脑的工作。其实它需要大量的葡萄糖。那所以在中医上面是怎么样去控制，就是说让这个糖减少呢？当然，中药有一些药材是可以让你的血糖的波动没有那么的大啦。像大家知道的，像是中药降糖的这个处方，我推荐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子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或许你已经在买食物的时候呢，开始关心吃进去的东西含多少的卡路里，但是你有注意过吃进去多少的添加糖吗？这边要注意的是，我说的是添加糖，而不是食物中原本就有的糖分。而这本书《糖毒危机》中，它就警告了添加糖对于身体的健康的危害。那到底什么是添加糖呢？就是额外添加在食品中的糖分。通常它会被运用在饮料、即溶饮品、蛋糕、饼干、冰淇淋、糖果里面。我们说糖呢，它其实有3种类型：葡萄糖、蔗糖跟果糖。葡萄糖呢，它是存在在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当中，而且它是最快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利用的。其余的部分如果没有被利用到的话，它就会转换成为肝糖，储存在肌肉以及肝脏当中。但是果糖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被身体所利用的，所以你吸收了果糖，它一定会先存成脂肪。而蔗糖它就有1半的葡萄糖跟1半的果糖。而这本书里面它提到的添加糖会造成非常多的伤害，例如像是蛀牙、肥胖、心血管疾病，同时糖化现象也会让皮肤老化。另外，添加糖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糖会因为快速的增加导致胰岛素分泌过多，造成胰脏的损害，也会让周围的神经病变变得比较不灵敏。特别像是糖尿病的人呢，末梢神经就比较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有一个广告就是阿嬷的脚被孙子的玩具车压到，但是他没有感觉，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就是糖吃多了也会有造成中风、抑郁、哮喘跟失智的相关情况。那台湾的卫福部在2018年所发布的最新版国民饮食指南当中呢，就有增列了一个每日饮食中添加糖不宜超过总热量的10%。所以如果你每天的摄取量是2000大卡的话，添加糖就应该要低于200大卡，也就是50克的糖。但是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去便利商店呢买了一个葡萄汁300毫克，里面就有31克的添加糖。哇，50跟31这个非常近的数字。所以从这个换算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生活当中呢，我们不知不觉吸收了非常多的添加糖。重点到底是我们要如何减少这个添加糖呢？在大家把这个糖视为洪水猛兽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中医对于糖、稳定血糖还有是否要减糖，竟然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治疗方法。为了这一集呢，我邀请了5个朋友跟我一起做这本书所推荐的14日阻糖饮食法。那这2个礼拜呢，我大概瘦了2公斤，其实没有很多，但是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速度在减重的。但是我发现到大家最大的困扰竟然是找不到对的东西可以吃。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分享如何做减糖的计划。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记得看到最后，别忘了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专家是金河中医诊所的陈俊如医师。陈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讲到糖呢，现在大家都要讲说要无糖啊，要戒糖啊。但这边呢，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也是很爱吃糖的，以前号称蚂蚁国这样子。但是我也知道吃糖不太好，所以呢，我就问我的这个中医师，就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戒糖？结果中医师看看我就说，我觉得你需要，所以呢，你不需要戒糖。所以这边就很想要问陈医师的，就是说，中医到底是怎么看糖这个东西呢？其实中药材里面也蛮多含糖的药材啦，那中医并没有特别强调戒不戒糖，因为糖类在中药材里面它有一个补养的作用比如像是黄芪有糖分，
甘草也有糖分。对对对。那黄芪、甘草这些的药材，在中药材来讲，它都是属于具有补益作用的一个药材。然后肠胃的调理作用也会用到有含糖的一些中药材，比如像红枣类啊，它也是属于肠胃的调和剂。它也是含糖类的水果的干燥药材。然后还有一些像是调整情绪的部分，也会用到有一些糖分的药材，比如像麦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处方叫甘麦大枣汤，它会去让你的情绪比较稳定，比较不会焦虑。其实中医并没有在戒糖这方面特别的着手，反而这些有一点含糖类的这些中药材，它都是有一些补养啊、调和肠胃啊、稳定情绪的功能。是，那但是为什么想要戒糖这么的困难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会要戒糖，大概主要是发生在有糖尿病的人，或者是有需要体重控制的人身上啦。那我们要戒的是来自于一个加工品的糖类。那可是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非常消耗脑力的一个重度的耗脑的工作，其实它需要大量的葡萄糖。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很有名的日剧，叫做《派遣女医》？有那个大门未知子那个外科医师是每次开刀出来之后喝一杯那个高果糖糖浆下去补充他的体力。有这个印象很深。那为什么他需要那么高量的糖？因为他的大脑消耗非常多的能量。所以其实我们每天大脑在不断的运作的时候，其实大脑的营养其实是葡萄糖。所以你完全戒断到一滴不剩的时候，你的大脑是没办法动的。对，完全没有能量。所以适量的补充其实是有其必要，只是很多人他补充过头了之后，就变成脂肪的囤积。对啊，医生，你这个专门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帮人家减重。那所以在减重的这个部分，我相信这个去糖也是一个重点。所以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不好的这个添加糖或者是多余的这个糖，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它自己减掉呢？基本上让糖减少还是要靠自己的自律。自律。对，那既然你会怕你的脂肪囤积，那你又没有空去运动，那只能靠进来的少一点。我会发现体重过重的一个族群其实有个很大原因来自于零食。正餐吃不多，零食吃很多。有一些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人，他确实会对那个甜食的需求比较大。可是如果正常的人，正常血糖是稳定的情况下，你正餐吃饱了，你其实不会有额外的想要再吃零食啊、甜食的欲望。所以其实在正常的饮食当中，我会建议就是我们的蛋白质摄取足够、油脂摄取足够的情况下，你的相对的你的糖分，用天然的就是五谷杂粮类来当做你的糖类摄取，这样就够了。你要吃饱，正餐吃饱，就像是我们知道蛋白质、好的油脂，它也是一样延长饥饿感。所以当你正餐当中如果可以摄取到这些比较来自于天然的食物的时候，你自然血糖稳定了，你就不会一直想去找东西。所以正常吃饭让血糖稳定，就比较不会想要去吃一些额外的零食就对了。对。那所以在中医上面是怎么样去控制，就是说让这个糖减少呢？当然中药有一些药材是可以让你的血糖的波动没有那么的大啦，像大家知道的像是山苦瓜，然后桑叶、菊花、川七、黄金这一类的。那另外一个循环这件事情不好，所以它的细胞没有办法把那个接受器打开，让葡萄糖进入细胞被利用，以至于血糖都在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沉积久了，就会沉积到末端的循环、末端的血管上，造成一些末端血管的病变。那这时候作息的解方就是靠你的运动。就还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运动。那适量的运动才有办法让身体的循环做改善。医生，你有没有什么茶饮，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喝了以后呢，就比较不会特别想要吃甜食呢？中药降糖的这个处方，我推荐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子就是我们可以选择黄芪10公克，桑叶、菊花各6公克，玄米20公克，大概这样加起来42克的药材，那大概用500cc 的水去冲泡或者是煮都可以。
好，然后就代替你平常的白开水，基本上它都有一些达到降血糖的作用。例如说一般的外食族啊，那我们怎么样在吃东西上面可以减糖呢？像我有时候去买个御饭团，我就会看说，这热量多少，这糖分多少，那我要选这个还是选那个？那再来就是如果说像是买便当，我们尽量就是挑比较天然的食材，但是我们的大脑真的还是需要糖类，所以不能够完全没有糖，那你会整个心情也会不太好。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糖应该是说不可以没有这种天然食物的糖，但是呢额外的添加糖我们就要尽量去少吃。对。最后假设说我们要帮自己打造一个没有糖的这个阻糖饮食的话，医生这边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好像我在看减重的客人蛮多的，我这边减重也蛮有心得的。其实基本上我不是让他们去完全减糖啊，而是我们改用天然的食材去代替你的食物摄取，就是我们拉高蔬菜跟蛋白质的比例。但是不要你减油因为身体荷尔蒙的前驱物都是油脂。如果你今天都是一个无油饮食的话，你的荷尔蒙就会减少。所以很多人在过度减重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生理期可能不来，或者掉头发。吃太少，蛋白质不足，容易掉发，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尽量用一些像是粗粮类的这个五谷杂粮类来代替精致的糖类。那至于水果，大家觉得水果很重要，可是水果是不是绝对必要？这个部分我可能会打个问号啦。因为在台湾这几年的这个水果真的是很优秀，甜到一个不行。对，很甜。那不是说不好，而是摄取量也是要控制一下。那我一般会跟客人说，你选择芭乐、苹果，还有那种大番茄，不是小番茄。所以其实水果变成是说，你真的要摄取的话，我会建议放在早上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一整天的能量消耗还可以把它代谢掉。可是如果是在晚上，你可能吃完没多久你就要睡觉，就变囤积。所以晚餐不能吃水果餐来代替晚餐。那好像不太会瘦。谢谢陈医师今天的分享，谢谢您。谢谢主持人。其实从今天中医师的采访观点来看呢，我们就发现糖对身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物质，但是中医也认为了过多的添加糖对于人体是没有帮助的，跟这本书的看法是一致的。那这一次的14日阻糖的活动呢，我有5个队友一起做了这个阻糖的活动。那阻糖的原则其实非常简单，就算你有饭局也一样适用。它这边呢有6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吃添加糖，除非是这个原型食物它本身里面就有糖以外，其他额外的添加糖都不吃。第二个呢，就是尽量的自己做料理，这样子会比较好控制。第3个呢，就是增加纤维的含量，就是像是蔬菜啊，或者是原型食物。第4个呢，是减少对碳水化合物的依赖，重点是这个食物呢要纤维高于糖分。第5个是增加蛋白质，这样你就可以增加饱足感。第6个呢，就是尽量少吃这个人工的食品。那他们的结果又如何呢？其实标准预期2周的话呢，差不多是减2公斤。这个 N 队友呢，他大概减了0.8到1公斤。N 队友其实是我们这里面最认真的，但是他后来成效不彰。我后来让他检查他是不是有糖瘾症，后来发现他自己本身对于糖就不是那么的喜欢，所以阻糖对他来讲不是很难。但是他每一餐的淀粉呢也没有再减少，加上运动没有，他的成效不是那么的好。那 J 队友呢，他也是非常认真，他的第1周就已经降到了1.4公斤，但是他第2周有回弹了。主要的原因是他第2周开始就觉得想要偷吃点心，因为呢，工作压力太大，需要一些甜点。那 P 队友呢，他减了2公斤。老实说，他的饭局非常的多，所以他说他吃不到正常好的食物。那 L 队友呢，他也减了2公斤，照这个标准来看是不错的。但是其实我观察他的饮食，他常常违规。他其实能够减肥的原因是他发狠1天只吃1餐，所以他其实是整个卡路里都下降了。那最后说到这个 C 队友呢，他是我们这个队里面唯一的男生，但是他拿到指南了以后，他就不再理我了。然后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理我呢？”他说他忘了。老实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就是说现在的人都已经意识到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落到实际去执行的时候，你根本执行不了。透过这次的统计呢，我也发现这个阻糖饮食它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效的。这个方法呢，其实要给就是特别爱吃饮料啊、甜食啊，或者是精致食物的朋友。
那第二个原因呢，在这次的过程当中的第一天，我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问我说，我早餐到底要吃什么？我不晓得我应该要怎么帮自己准备食物。其实这就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几乎已经完全被绑架了。大家平常吃的东西呢，很难没有吃到没有添加糖的成分。另外就是大家对于营养素不太了解。例如说米字边的糖跟酉字边的糖常常会混淆不清，像很多人就会问我说，麦片能不能吃，地瓜能不能吃，米饭能不能吃？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膳食纤维，吃了反而有助于减肥。那甚至是饭局一多，事情一忙了，大家就会放松自己，然后去挑选真正应该要吃的食物。所以呢，只要你懂得挑选到正确的食物，就算我们面对应酬，一样可以进行阻糖。所以呢，结论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是属于有糖瘾症的人，想要回归做一个健康的饮食的话，我觉得这个减糖的6大饮食原则呢，大家可以试试看。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饮食技巧跟知识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